成婚那日，将其坠马，醒来之后全然忘了我是谁。他指着庶妹道：若儿才是我心中挚爱之人，你这女子为何要冒充我的心腹？我堂堂国公府嫡女，沦为了全京城的笑柄。2年后的一日，我外出替他祈福之时，偶遇刘匪，不幸丧命林间。死后我才得知，他一直未曾失忆。都说京城才女萧竹溪聪慧灵动，竟愚蠢到我一心中意你都瞧不出来。还是我们若儿聪慧，想出失忆的好法子，既成全了你我，也让我们能够留在国公府。江郎为何面带愧色？可是后悔了？江琪沉默了一瞬，他的委屈我来世再还，这一世我只要你。再次醒来，我回到他坠马那日，我未再执着，而是书信一封送往边境。又是戏言，可还作数？1月后，威名赫赫的沈大将军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萧竹溪，你可愿嫁我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你是何人？为何要冒充我的心腹？明明若儿才是我心中挚爱之人，哪里容你来冒充？重来一世，江琪的话依旧刺耳。在场之人面面相觑，都安静下来看着我。我站在中间，身着不合身的喜服，更显局促。这喜服是成亲的前一晚江琪哄着我穿上的，袖口短了些，下摆一式。明明府中绣娘为我准备好了金丝鸳鸯的喜服，江琪却说这是他亲手绣的。好希儿，莫要辜负我的心意才好。有情人的话总是最珍贵，我也不忍服了他的一番心意。上一世我心疼他的伤口，竟忽略了为何萧竹若换上喜服之后会如此合身。只怕是这喜服从头到尾都不是为我而准备的。我在心里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直视着江琪的眼睛。你当真如此认为？江琪冷笑一声。我只记得我自幼同若儿青梅竹马，7岁那年交换了生辰帖，定下终身。今日原本是我2人大喜的日子，我不幸坠马，何故醒来之后迎娶之人变成了你？萧竹若自人群中迎了上来，她还是那副柔弱胆怯的模样，怯弱地伸出手拉了拉我的衣袖。嫡姐，齐哥如今失忆了，咱们还是不要刺激他的好，要不先顺着他的意思。你们之前那么相爱，日后你多加照料，慢慢来，他一定会想起你的。我低头轻笑，当着众人的面脱下了喜服。丫头连忙用斗篷将我裹了起来。既然如此，那今日便是你2人大喜的日子。这喜服你去换上吧。萧竹若眼里透露出了一丝欣喜，随即很好的被遮掩起来。嫡姐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你知道的，我哪里敢同你争。江琪从榻上下来，将人揽在怀里，皱眉看我。你这人好生霸道，这喜服明明就是属于若儿的，是你抢了她的。我转身就走，回到房里换上了我自个儿的衣衫。萧竹若凄凄哀哀地换上了喜服，跟上一世一样，合衬得很。议论声纷纷传入我的耳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江琪是老国公固有的儿子，自小被养在这国公府，明明该自个儿出去闯荡的，是同嫡女萧竹溪有婚约，才一直待在这府里。现如今入赘国公府，明明靠的是这嫡女，怎地心仪之人又变成了庶女？这萧竹溪也是糊涂，这白眼狼赶出去就是了，倒是当众脱下喜服，成全了这段，能怎样？傻呗。听了这些话，温竹若倒是先委屈上了。齐哥，他们说话好难听呀。2人身着喜服，仿佛一对对抗全世界的苦命鸳鸯。话明明不是我说的，江琪却把矛头都指向了我。自个儿没理，倒是指使他人做那长舌妇。抢人夫君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出的？我摇了摇头，差人将这满屋子的红绸都撤了。上一世我担心刺激江琪，硬生生地看着他们拜完了堂。饶是心中仿佛被撕扯那般窒息难受，我仍是忍着。父亲过世，家中无兄长，这国公府一直都是我在撑着。饶是指甲划破了手心，我也未曾失态。下人们利落地动作着，萧竹若委屈地落下几滴眼泪。江琪怒目看向我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奸计未得逞，非要毁了我同若儿的大婚才肯罢休。我回过身，好奇地盯着他。
在国公府成婚，新郎须是入赘才是，而我是国公府的当家，入赘的自然是我的夫婿。这庶女是要嫁出去的，你们二人的大婚应当是在你的宅子，在我国公府做什么？萧竹若面色变得煞白，不拜堂了，今日不是我同齐哥儿的大婚。江琪还想说些什么，被萧竹若暗暗制止。不成婚，今日我便不能名正言顺地将二人赶出去。这么看来，萧竹若倒是比江琪要清醒许多。一场好好的婚宴潦草收场。萧竹若换下喜服，来到了我的院子里。一见我，他便委委屈屈地跪下。国公府人丁单薄，萧竹若是父亲外室所诞下的。5岁那年，生母病故之后，才被父亲带回府里。父亲生前淡漠，对我这个嫡女尚有一丝温情，对她只不过是吃饱穿暖便是。我跟早逝的母亲一般，心软，便将她好生照料着。我及笄那年，父亲过世，整个国公府的担子压在了我的肩上，我更是将她视作唯一的亲人，悉心呵护着。上一世，我自认为问心无愧，所以从来不曾想他同江琪早已暗通款曲。萧竹若每次做错了事情便会如此，而我会将他扶起来，替他一一解决。这次我没有，只是端坐着，任由他跪在我的面前。他等了半天不见我的动作，一咬牙重重地磕了下去。今日之事发生的实在唐突，妹妹不是有意想要同嫡姐争抢些什么，实在是形势所逼。我是想着替你将齐哥安抚下来，日后再慢慢做打算。嫡姐可千万不要误会我啊！她抬头，泪眼婆娑地盯着我。我自小跟在嫡姐身边长大，你怎可动了撵我出府的心思？这话说的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还未开口，江琪便闯了进来。他一把将跪在地上的人儿拉扯了起来，面色不善地看向我。大夫同我都说了，忘了你是我的不是，你为难若儿做甚么？他虽不是同你一个娘亲，却也有着一半的血亲关系。你这人居然如此心狠！纵使我迎娶的人应当是你，可我如今失忆，想来也是老天爷的意思。我对你没有半分情意，倒是离不得若儿，说不定还算是拨乱反正。大不了我同若儿搬出去就是，何苦在这里任你羞辱？萧竹若做出惊恐的样子，慌乱地想要捂住他的嘴。齐哥不可胡说，你心悦之人一直都是嫡姐，只是如今受了伤才会说这些的。倘若日后恢复了记忆，你定是要后悔的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用余光偷偷观察我的反应。再者说了，我这辈子是离不开嫡姐的，她待我如此的好，我怎可离开？若儿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我不语，只是静静地瞧着这出戏。上一世，他们二人也是这样，在我面前一个唱红脸，一个唱白脸。他们二人拜完堂后，我伤心至极，可也想着事情已然如此，不如放手成全便是。二人舍不得这国公府的荣华富贵，生生的在我面前做戏，利用我对江琪的爱意与不忍，心软让他们留在了国公府。二人之后既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，也能继续享受我的照拂。我四处奔波，求医问药，拜神求佛，想要治好江琪的失忆症，最后落得个惨死山林的下场。那个时候我才知道，江琪从未失忆过，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局罢了。二人过于吵闹，被我身边的嬷嬷赶了出去。若是夫人还在，该有多心疼啊！嬷嬷抹了把泪，忧心忡忡地看着我。明明是尊贵无比的嫡女，却在大婚之日被下了脸面，如今还要忍受这二人在你面前恩爱。既有了合理的理由赖在府中，还不能叫人轻易赶了去。明明是这二人对不住小姐，若是小姐强行将人撵出去，反而还要落得个迫害手足的骂名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眼下烦躁得很，独自来到庭院散步。假山后，他二人的对话传入了我的耳里。我看他今日的反应有些异样，齐哥，他会不会是识破我们的计谋了？江琪冷哼一声，他爱我入骨，并不会想到我是装的，恐怕是看我对你痴心一片，吃味儿了。你我继续如此，他一心扑在我的身上，定不会钟情其他男子。只要他一日未嫁，你我二人就能在这国公府里安稳下去。
届时我再露出一些恢复记忆的苗头，给他一些甜枣吃，他自然又会乖乖将心思扑在我的身上。齐哥，还是你有勇有谋。我冷笑一声，当下有了主意。我回到屋子里，亲手写了一封书信，招来心腹，让他一定要亲自送到那人手中。他领命，连夜启程。我松了口气，踱步来到床边。夜色如墨，月光透过树荫洒落到我的发梢。重生归来的悸动同知晓被背叛的恨意，在此刻都隐隐褪去。原以为的天定良缘，从头到尾竟都是一场骗局。既然如此，我和该是为自个儿打算了，只盼着这封信能早日送到那人的手里。安分了一段时间，见我迟迟未有动作，他们先按捺不住了。早早的，江琪便来到了我的院子，他的眼中全然不复往日的柔情。昨夜若儿心疼你，将往日的一切都同我说了。我未失忆之前，对你确实有意。诚然，如我昨日所说，我如今已不记得你同我之间的点点滴滴，是错也好，是拨乱反正也罢，事已至此，莫要再执着。原本我是想带着若儿出府的，可她舍不得离开你。我既已想不起来你同我的过去，肯定是不愿意委屈若儿的。不如就这样吧，若儿做我的正妻，你做妾。你再将若儿的名字加到族谱里面，让出嫡女的位置便是。国公府嫡女做妾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我这也是保全你国公府的脸面，若是老国公在世，定会同意此计。只要你愿意，我答应不会苛待你。若儿是个心善的，也不会让你委屈了。将其附着手，高高在上的在我面前说完这番话。我静静地看着他。他被父亲带到府里来的时候，才13岁。初来乍到的少年有些局促，更有着寄人篱下的拘谨。我瞧出了他的不自在，主动伸出了手，将他牵进府中。自此，我的人生里多了一个江琪。度过了尴尬的日子，他变成了我身边始终不曾离开的那个人，宛如我的第二个影子一般。只要有我的地方，必定有他。他曾说过，会护我一世。女子在这世道本就不易，更遑论要撑起一个偌大的国公府。他说他会是我的依靠，我也是傻，竟从未发觉他同萧竹若之间还有如此隐晦的关系。想来是我一心一意地信任他，将一颗真心悉数奉上，所以他才能将这般荒唐又伤人的话轻易说出。我还未开口，嬷嬷便破口大骂起来。哪里来的厚脸皮子，居然敢说出如此荒唐的话来？本就是老爷可怜你，将你养在府中。若是没有大小姐的偏爱，你早就被赶出府去。如今辜负了我们大小姐，还敢如此大言不惭，这脸皮何该不要了，揉吧揉吧丢出城外喂狗。江琪大概是笃定我会答应，被骂了也不恼，只是略带警告意味地盯着嬷嬷。我劝你慎言，日后我做了国公府的主，你若还想安生待着，便管好自个儿的嘴。我低头发出轻笑，继而上前几步走到了他的面前。怎地，是同意了不是？他话音未落，便被我一巴掌狠狠地扇了过去。嬷嬷是我乳母，相当于半个娘亲，往日便是我都尊着敬着，何时轮得到你来教训？我国公府的主，何时又轮到你一个外人来做了？这一巴掌的力道极大，打得他偏过了头。他捂着脸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你……张口半天，却找不出合适的说辞。不远处，一抹嫩黄色的身影快速消失。萧竹若看着我动手了，顾不得自个儿要出场，直接逃了。江琪忽地放下了手，似笑非笑地盯着我。我知你为何突然如此跋扈了，是想借此逼迫我只要你一人吧？他重重地扶了扶衣袖，不屑地冷哼一声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是痴人说梦。你愈是这样，我就愈发的怜爱若儿。既然我给了你台阶你不下，日后别哭着来求我。说完这话，他便扬长而去。嬷嬷红着眼眶将我护住，如今竟让这白眼狼如此折辱。府中事多，我亦不想看着这二人。趁着天色正好，我便出府来到了郊外踏青，散散心也是极好的。只是没想到，他二人阴魂不散地跟了上来。嫡姐，我皱着眉头向身后看去，萧竹若拉扯着江琪朝我走了过来。你们过来做什么？
萧竹若上前来挽住了我。听管家说，狄姐今日出城踏青，往日都是有我陪着的，今日怎可让狄姐独自出门？他看了一眼江琪，暗暗地朝他使着眼色。这个地方，狄姐跟齐哥曾经来过多次，我想着带着他一起，也能让他早日想起狄姐。自上次被我打之后，他就未曾再出现，想来是被萧竹若说服了。此刻虽然别扭扭的，但到底没拒绝。他走上前来，却不看我。听闻往日你我常来此处，想必你也无法将我忘怀，何不如遂了我之前的提议，这样对大家伙都好。我今日过来，只是因为这里梨花开得好看，来观赏的人大有人在，难道都是冲着你来的？我厌恶他的自大，不等他说完，便打断了他的话。你……他起了怒火，咬牙切齿地看着我。萧竹溪，我劝你适可而止，不想被破坏心情，我转身就走。萧竹若忙跟了上来，饶是我冷脸，他依旧坚持不懈着。狄姐莫要动怒，我会好好劝劝齐哥的。你俩本就是两情相悦，为了一场意外如此生疏敌对，属实是可惜了。再说了，齐哥的伤口尚未复原，真的闹开了，日后心疼的也是你自个儿啊。我笑着打断了他的话。你才是他心中挚爱之人，你都不心疼，我尚赶着心疼作甚？正巧，我还想问问你，你们打算何时成婚？到时候国公府是不能再住了，宅子可有看好？萧竹若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。狄姐说什么呢？我怎可离开国公府？父亲去世，现如今就只剩咱们姐妹相依为命了。她委委屈屈地递上一串花环，这是我特意给狄姐做的。那花环冷不丁地拿出来，凑到了我的鼻尖。我忽然感到呼吸急促，其中有一种花，我生来便对其过敏。萧竹若故意的，偏偏她还一脸无辜。狄姐怎么了？可是不喜欢。一边说着，一边将花环凑得更近。我今日不想被打扰，故只身前来。现如今身边连个帮手都没有，这些日子我撤了对她的所有优待，冷脸相迎。想来他心中是不忿的，便借此机会想给我一点教训。挣扎间，江琪赶了过来，他是知道的。见状，也顾不得自个儿还在失意之中，将那花环夺过来，丢得远远的，连带着对萧竹若的语气也急促了些。他向来对这花过敏，虽不至于取人性命，但实打实的会让人难受一番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我没想到他在紧要关头会护着我。显然，萧竹若也没想到，他面上浮现出一丝妒恨，继而暗戳戳地提醒道：“我不知道会如此，不是故意的。齐哥，你也不知道的，对吗？”或许是慌了，江琪没有听懂他的暗示，蹲下身子，直接将我打横抱了起来，自顾自地皱眉碎碎念道：“平日里不小心沾染上了，要难受许久才能恢复，赶紧回府请大夫，或许还来得及。”我虚弱的无法挣脱，只能任由他抱着。萧竹若跟了上来，顺势一倒，我们三人直直地朝着半崖下的寒潭跌落。所幸半崖不高，江琪将萧竹若先行抱上岸之后，再将我从寒潭中托起。他皱眉看向他，刚想开口斥责，就被萧竹若的哭声打断。呜呜呜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担心狄姐的安危，跑得急切了一些。呜呜呜，眼下可如何是好啊？他哭得梨花带雨，软了江琪的心。罢了罢了，你也不是故意的，莫要哭了。我浸在寒潭中许久，过敏的症状缓解了一些。此时环抱着湿透的自己，冷冷地看着二人，许是冷静了下来。江琪意识到了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妥，他即刻皱眉看向我，何故流露出这副眼神？若不是为了救你，我们何须落到如此田地？当真是任性不堪，一个人不声不响地跑来这地方。若儿放心不下来，才会拉着我一同来找你，你惯会给人添麻烦。一番话，将责任全都推到了我的头上。萧竹若适时开口，也不怪狄姐，眼下只能看看如何才能上去了。江琪皱着眉查看周遭的环境，忽然发现了一株结实的藤蔓，顺着那藤蔓倒是可以上去，只是我一次只能带一人。先带狄姐上去吧。
萧竹若委委屈屈地开口。江琪皱眉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你自小身子孱弱，如今泡了寒潭水，更是耽误不得。我先送你回府，再来接他。可是这……我意已决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更何况，若不是来找他，你本不应该受这番苦楚的。饶是早就知道了他的选择，此时心里还是不免有些难过。明明不是我的错。他自个儿抓好藤蔓，又将萧竹若固定好，然后看了我一眼，你且等着，我等会儿便来救你。我闭上眼，将头埋在了膝盖处。不知道过来多久，身上的寒意愈发的趁着，鼻尖的钝涩感传来，窒息感越发汹涌。天色渐晚，依然无人前来救我，恐惧感后知后觉地传来。重来一世，难道依旧要如此窝囊地死去？上一世在林间凄惨咽气的绝望，同如今的场景相融合。我颤抖地将自己团得更紧，彻底陷入昏暗之际，一个温热的怀抱将我拥住。我极力地睁开沉重的眼皮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眼帘。阿西，你可还好？对不住，是我来晚了。陆云峥。那封信终究还是送到了他的手里。再次醒来，我已经回到了府中自个儿的闺房里。嬷嬷端着药碗进来，一口一口地喂了下去。陆将军这次回来的匆忙，意味情止。听大夫说你没事，这才进宫同官家解释去了。话音刚落，门外便传来了动静。方便进来吗？是陆云峥的声音。嬷嬷赶忙去将人迎了进来。他风尘仆仆地踏过门槛，自嬷嬷手中接过了药碗，亲自喂我。嬷嬷有眼色地带着人退下，将空间留给了我们二人。一言不发地将药喝完，我实在是止不住内心的担忧。当初写信的时候想得简单，忘了如今他驻守边境，非诏不得回京。你擅自回京，官家可有发怒？他细心地用罗帕将我嘴角的药渍擦拭干净。你且放心，无碍。原本启程之时，已经飞鸽传书回京，只是唯恐耽误，才来不及等圣旨到，便先行启程了。我只带了2个心腹随从回京，大军都在边境待着，官家那边挑不出错来。现如今两国签订了停战书，不会再打仗了。官家原本就想我回来护卫攻防，原是我自个儿不肯罢了。现如今骁骑大将军已经出城，接替了我在边境的官职，日后我可安心待在京中。听他如此说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边境风吹日晒的，既然官家早有此意，为何不肯回来？他将药碗放置在旁边，定定地看着我，不愿回来，眼睁睁地看着你嫁人。他的眼神太过炙热，烫得我不敢直视，遂低下了头。算起来，陆云峥才是真正与我青梅竹马的那一个。他3岁那年，母亲有了我，在我从娘胎之时，他就被灌输要这一生是要护着我的。后来他随着陆老将军去了边境，我身边有了江琪。待他回来之后，我的一颗心早已经扑到了江琪身上。他未曾说过什么，只是在确定了我的心意之后，将荷包还给了我。从此自请圣旨，永世驻守边境。上一世我被刘匪折磨致死之后，他单枪匹马地杀了回来，那刘匪窝子被他屠了个干净。那时我才知他对我情深到何种程度。我承认将信送出去的时候，只是想让自个儿有个依靠。可当他在寒潭边将我拥进怀中之时，我竟生出一股莫名的情愫。我隐隐认识到，这一世我能还他的不只是我这个人，好似还有真心。他轻轻抬起我的下巴，与我对视。你信中所言，我一字一句都在心中。往日说要娶你，从不是戏言，而是句句肺腑，出自真心。萧竹溪，你可愿嫁我？我用视线无声描绘着他的面容，随即重重点头。两两相望之间，江琪闯了进来，依旧是没有叩门，没有询问，就这么堂而皇之地闯进了我的闺房。昨日回府之后，若儿起了高热，故耽误了些时辰。等我回去找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没在半崖之下。我匆匆回府，恰好遇到了陆将军抱着你回来。见我二人如此亲昵，江琪眼中染上一丝不悦。他大步走上前来，意有所指地开口：多谢陆将军出手相助。
只是这是姑娘的闺房，将军待久了不太合适，还请将军移步前厅，国公府自会好生款待。他这突如其来的占有欲着实可笑。见他如此，陆云峥皱眉站起身来。阿西日后会是我的夫人，我就踏实自然，何时轮到你来道谢？江琪的面色蓦然沉了下去。陆将军，这玩笑可开不得。我敢在陆云峥面前率先开口。他说的是事实，如何就是玩笑了？这番说辞显然让陆云峥很开怀。他挑眉看向我。当初国公大人看在故友的面子上，将故人之子收养在府中长大。按理来说，如今这个年岁应当是外出闯荡才是，何故还赖在府中？江琪面上有些挂不住。陆将军说话未免忒难听了些。我捂嘴轻笑出声，倒也是事实。你还不知，如今他同府中庶妹好上了，等找到宅子，自会搬出去的。原来如此。陆云峥了然地点了点头。江琪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后在陆云峥的注视下，只能不甘心地退出去。他走后，陆云峥卸下面上的寒意，满眼柔情地看着我。等你身子好了，我带你进宫请旨赐婚。我点了点头，压在心头多日的阴霾，似乎随着他的归来渐渐消散。自陆老将军去世后，陆云峥也长期不在京中。将军府闲置多年，如今已是杂草丛生。同官家商议好之后，陆云峥便忙着重新修葺将军府。我倒是不打紧，总不能让你嫁过来之后委屈了。陆云峥笑着同我说道。我也不矫情，笑着随他去了。等陆云峥不在的时候，江琪才在我面前出现。他沉着面色，极力掩饰着眼中的慌乱之意。萧竹溪，你若是想随便诓个人来激我，那么你就错了。你最好莫要生这些心思，将我之前的建议好好考虑。你我之间还有回头路可走。我还未开口，萧竹若便不知从哪儿窜了出来。自上次害我之后，他一直都躲着我，向来是我身边多了个陆云峥，他们按捺不住了。狄姐，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了？琪哥是失忆了，才会如此对你。可你好模好样的，怎可用自个儿的声誉来气他？你当真要将你们二人的情谊生生掐断吗？去而复返的陆云峥恰好听到此话，他冷笑一声，踱步来到了我的身边。官家的旨意不日便会送来，本是两情相悦的御赐婚事，到了你们口中却如此不堪，怎地是想在官家面前辩驳一番不成？陆云峥是在战场上厮杀过的，自带一股杀意，除了在面对我的时候，他从未掩饰过自己身上的这股子气息。只淡淡的扫视一眼，便让萧竹若软了腿脚。他无助地看向江琪，江琪却愣在原地。不可能，明明该是我的，又怎会有圣旨赐婚？不应该是这样的。陆云峥听到了他的呢喃，顿时面色变得不善。我同阿西成婚之后，他自会搬到将军府去，这国公府的宅子就成了他的私产。如今既你二人有意，趁早搬出去的好。萧竹若大惊失色，不可，国公府亦是我的家，怎可？好。他话还未说完，便被江琪打断。他的眼神直勾勾地看向我。萧竹溪，你莫要后悔。说罢，便拉着萧竹若扬长而去。我想不通，究竟是谁给他的自信？到如今，他还觉着是我在欲拒还迎。解决了这两个烫手山芋，我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。原以为的难题，就这么被陆云峥轻松解决了。他们自个儿走的，骂名怎的也落不到我头上来。如今安心了吧？我笑着点头。将军府很快便修葺好了，同时赐婚的圣旨落到了国公府。如今国泰民安，陆云峥身上的担子倒不是很重，只需每日护卫宫房，余下的时间皆可来寻我。我们双方皆无长辈在世，皇后娘娘与我母亲生前有着手帕交的情谊，便接手替我张罗起婚事来。她见到我时，露出了欣慰的笑意。本宫原就不看好你同那江琪，当初还闹出了那等的笑话。你委屈得很，如今陆家儿郎是个好的，你母亲在天之灵也可宽慰了。是啊，人人都不看好江琪，
偏偏上一世的我执着，非要寻个结果不成。如今才算真正的拨乱反正。婚事由皇后娘娘张罗着，倒也不用我多加操心。闲来无事之时，陆云征便陪着我去街上闲逛。我们一路走走停停，竟遇到了许久未曾谋面的江琪。他见我，先是愣了一瞬，随即露出了一丝笑意。只见他快步走了上来，堪堪停在了我的身前。今日多思，好似想起了些什么。你且看看，这是不是你中意的？江琪自身后拿出一根簪子，只需一眼，我便认出了这是上一世我最珍爱之物。这是上一世江琪在佯装失忆后，为了稳住我送的。上一世他们也是这样，让我受尽了委屈，又在我决心放弃的时候给我一点甜头。根簪子是仿照我母亲逝世前送给我，又不巧遗失的那根。看着江琪势在必得的模样，我轻轻摇了摇头。此物我并不喜欢。江琪的笑意瞬间凝固，慌乱之情溢于言表。不可能，你明明喜欢得紧。他固执地上前，企图让我接受。这个举动惹怒了陆云征，他大步上前，直接将他推出了好远。他说什么你听不见吗？还敢叨扰？江琪，你是不是真的活腻歪了？江琪狼狈地跌坐在地上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见我面色平静，他慌乱地爬起来。见他仓皇离去的背影，我的内心毫无波澜。陆云征走上来，递给我一样物件。我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我当初遗失的那根簪子。明明已经遗失许久，你怎么会？我欣喜地接过，细细抹挲数遍。陆云征笑得温柔。我知晓这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物，得知你遗失之后，我便差人一直在寻找。幸好在一流窜小贩的手里看到，便高价买了回来。还好能够名正言顺地送到你的手里。我看着他，眼中升起一层薄雾。他对我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我难忍心中悸动，将自己揉进了他的怀里。他抱着我，轻声安抚着。这一世我总算是做了最对的选择。大婚前夕，江琪找到了我。他似乎现在才意识到我是真的要嫁人了。江琪佯装镇定地看向我，眼中恢复了往日的深情。阿西，我的记忆恢复了，你可愿为我抗旨？我保证，日后定加倍珍视你，以弥补这一段时间的过错。我笑着看向他，如今我有了好的归宿，为何要为了你抗旨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挚爱是我那庶妹，如今还找上门来做什么？江琪眼中闪过一丝慌乱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日前所言，不过是因我失忆，我中意的一直都是你。阿西，你才是我心中唯一的挚爱，他又算得上什么？还未等我开口嘲讽，一道凄厉的女声便直直传来。江琪，你这个负心汉，当初明明是你带着我离开国公府，如今撇下我巴巴的凑上去，你把我当成了什么？江琪愕然回头，只见萧竹若宛如疯妇，直直地冲了上来。明明是你自个儿说的，待在国公府就如人间炼狱，不光是要看着他的脸色过活，还要忍受百姓说你入赘的议论。你说只有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才觉得人生有趣，不必压抑。眼见着她要嫁人了，你就恢复记忆了是吧？江琪，你可曾对得起我？江琪见此也失了耐心，他愤怒地迎了上去。若不是你出了这下三滥的主意，我何故至此？你这扫把星害了我同阿西的良缘，还敢辩驳？你才是扫把星！往日我在国公府锦衣玉食，又有嫡姐疼着，是你招惹了我，才让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。眼下你还想摆脱我？你休想！二人谁也不让谁，就这么扭打了起来。萧竹若心有不忿，竟掏出了一柄匕首，直直地插入了江琪胸膛之中。江琪瞪着双眼，将视线移到我身上后倒了下去。眼前的变故让人心惊，陆云征留下的护卫齐齐护在了我的身前。萧竹若满手鲜血地回过神来，他看着我，癫狂地笑出了声。我殚精竭虑地想夺走你的一切，还是输了。萧竹溪，你我都是父亲的女儿，只因你是嫡女，我是外室所生，就要处处低你一等，就要在你的庇护之下才能好好过活。你以为你对我好，实际上都是施舍。
所以我恨你，我要夺走属于你的一切。不管是这一世还是上一世，萧竹若从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。我竟不知，释放出的善意竟然会被曲解至此。我静静地看着他癫狂，他将那把匕首插入了自己的胸膛，是穷途末路之后的妥协。一切归于平静，一双无温热的大手捂住了我的眼睛。别看，他说。大婚顺利举行，那日我同陆云峥都很欢喜。转眼数十载过去，我们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。很庆幸，这一世我终归是平安康健。陆云峥待我极好，上一世的不幸似乎百倍千倍地弥补了回来。想什么呢？孙女还等着我们陪她放风筝呢。陆云峥朝我走过来，我回过神来，想着应了一声，来了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